如果你和我的原生家庭是一樣的，出生在一個底層的家庭，普通的家庭，父母呢也是靠着時間和體力來獲取這個財富，一年呢勉強能夠保住家裡的正常開支，養家糊口嘛，那麼請你一定要把自己變成一個另類。我換句話說，也就是讓自己变成一個狠人，殺出自己的原生家庭，不然這輩子都很難去翻身。我在我家裡呢，就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另類。这個另類呢，只不過是長輩們口中的話語罷了。我想給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如何變成一個另類的。當然，我也非常感謝我自己能夠變成這樣家族的一個另類，否則呢，我現在可能就是過着跟 99% 的人是一樣的生活，結婚、生子、娶妻，對吧？然後呢，還房貸。家庭工作2點一線，終日不得停歇。首先呢，我感覺人在一個成長中都會有一個人格成型的一個關鍵階段。如果一個人在這個時期內只有否定、打壓和謾罵，那麼他的思維和認知都是陷入長久的混亂和迷茫當中。如果再加上無人引導的情況下，還能夠保持善良，不走歪路，不傷害他人，這本身已經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了，而且他還能憑借自己的一己之力終結整個家族傳承的這種自卑感，還有就是這種敏感度和焦慮度不讓他的伴侶，不讓他的孩子繼續去重複他這樣痛苦的生活。這個是非常需要一種毅力和勇氣的一種存在才可能實現的。能做到這一點的人呢，他無論走到哪裡都比身邊的人勁強100倍有餘。那麼我是如何變成一個異類的呢？其實我是從停止了改變這個父母的念頭那個時候開始的。什麼意思呢？各位，很多人就是之所以脫離不了這個原生家庭和這個原生家庭去分離，是因為你內心還在对你的父母抱有所期待。比如說你現在今年28歲了，你的父母呢肯定只希望你早點結婚生孩子成家立業，对吧？然後他們自己先抱上一個孫子，完成了他們這麼一輩子的任務，幾乎就交代完了。但是他從來沒有想過他的孩子和他自己只是一個普通人罷了。他自己當牛馬當了一輩子，還清上了身上的所有的債務，卻從來不會考慮他的孩子。如果按照他的路子去走，那麼他就會出現和他的之前的路是一樣的狀況。但是你卻明明知道這個情況會發生，你的心裡還心存僥倖的給你父母發着渴望你父母能夠理解這個事情的一個視頻，對吧？你的潛意識裡還希望他們能夠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並做出改變，仿佛只有他們发生了改变，你的日子才能過好就比如说把我這個視頻轉發給你的父母，不信的話各位你就轉發一下試一試我相信不但你的父母會把你罵一頓搞不好過來還得把我罵一頓但這就是其實是仍然一種孩子式的依賴，大家沒有改變，只是就是有這種依賴感，只要你存在，那麼你就很難獲得這個人生或者社會當中的真正的一個成長我們的父母所受的這個時代與環境，它是所受限的，認知也是有局限性的。伴隨着他們年齡的增長，那麼這種認知呢他們只會更加的頑固如果強行讓他們接受一個新的觀念呢，他們不僅會抗拒反過來可能會指責你，謾罵你說小屁孩長大了，翅膀硬了是吧？不結婚，不孝順這種名詞冠在你的頭衔上，結果呢，往往是你自己不僅得不到該有的理解還會陷入更深層次的一個痛苦。我記得我上大學的時候有大學同學，他每次看到這種原生家庭的文章，都會默默的轉發在他的家族群裡面。結果呢，他的母親立馬打過電話來罵他一頓，整天看這些沒用的，不如早點談個對象回來結婚生個孩子，對吧？他的爸爸轉頭就給他發了一條消息，我們辛苦把你養大，現在輪到你來教育我們了。直到現在我們仍然有聯繫，但是他現在呢，他終於明白了一件事，他不會去改變他們了，他再也不會發任何的東西，而是自己默默的存錢
賺錢，真正的為自己而活。就在這個過程中，一定要學會背叛原生家庭的這個認知體系。我們大家伙向上走最大的內耗是什麼？往往來自於原生家庭，或者說你的親戚的瞎指揮。父母就是用他過去幾十年的經驗來教導你，而這些經驗大概率都是已經過時的了，甚至還是有害的，对吧？父母的爱是无私的，但是可能方法是不对。如果说你一味的选择去听话去懂事，那麼很有可能這就是你人生當中的一個緊箍咒，死死的鎖在你這裡，每天在這裡念，對吧？你出不去。更何況啊，有些親戚他並不是真正的希望你過得好。我講一下我自己吧哈，我退伍之後呢，一直在家裡玩。那麼當過兵的朋友應該都知道哈，你總要出來一下，先適應這個社會吧，多半啊，是吧？然後呢，我的父母就開始讓我找工作，我就是不找。為什麼？因為我烦透了2500到3500之間的工資買了我1個月的這個時間啊，讓我自己沒有任何的時間可學習的空間，而且呢還得學會阿諛奉承，吃個飯還得有眼力勁兒啊！我就不說我們山東了啊，我就說我们老家啊，對吧？吃個飯只要桌上有上司，你就得滿足這個上司所對你對他的這個跪舔的這種感覺。敬個酒倒個茶還他媽得造個句啊，這叫做祝酒詞，說不出來還不行。哎，我受不了這一點哈。吃個飯它不是單純的飯局，它其實就是一種尊卑有別、等級分明，然後服從性測試的一種文化啊。你得通過這種討好你的上級來獲得你所謂的一些關愛，獲得一些憐憫，或者說你工作以後獲得一些升職加薪的機會，獲得一些找到應有的資源啊。然後呢，這些上級就比如說啊，你某個上司啊，某個領導啊，那些上級他就在這種被舔的這種跪舔的這種情境之中，他們就獲得這種快感。這種文化哈，現在都貌似成了傳承，因為你的上級曾經也是跪舔上去的，所以他現在好不容易有了下級，那不得滿足一下被跪舔的這個虛榮心啊，對吧？我這個人呢，打小就叛逆，我受不了一點，但是我有一個優勢啊，就是各位可能沒有啊，優勢什麼？我臉皮厚，我不要臉，對吧？所以呢，我至今為止一直在走做自媒體這條路子，我自己當老闆，對吧？我什麼都自己幹，生意鏈路呢，我也一直放在南方啊。還有就是一定要主動選擇滋養自己的這個環境是非常重要的哈。那麼每個人呢，其實都有2個家庭的，我感覺一個是無法選擇的原生家庭，那麼另一個就是自己長大之後用自己的能力主動構建出來的一個新家庭。你可以選擇尊重你的職場，包容你的圈子，能看到閃光點的朋友，真正接納你自己的情侶和伴侶，對吧？這個選擇權始終在你自己的手中掌握着啊。就算你暫時找不到一個理想的關係與這個環境，你依然可以做一件事情，對自己好。最安全的小環境就是你與自己相處的一個方式。如果說你從小就生活在一種被打壓、被謾罵的聲音中長大，那麼你的性格呢，大概率應該是自卑的，不敢講話，碰見領導就躲着走，畏畏縮縮的，對吧？很打怵。那麼你就果斷的選擇工作後離開那些喜歡評頭論足的這些老同學和同事，選擇一個陌生的新環境，給自己建造一個花園。別人進不來，但是自己在裡面呢，可以自由的呼吸。那所謂的富養自己，未必是要花很多的錢來犒勞自己，而是你願意不願意真正的善待自己，對吧？取悅自己。我認為只有這樣，一個人才能真正的走向內在的富足與自由才能夠真正的掌握自己的人生，實現自己的財務價值，賺到更多的錢，攢到更多的錢，來反哺於你的家庭和你的父母。同時呢，我也希望各位夥伴能夠越來越好。